别对任何人抱有感情期待。男人的一见钟情，往往是因为女人长得好看，而女人的一往情深，通常是因为男人有钱。你不是没有女人缘，而是口袋里没钱。很多男人被女人伤得很痛苦，其实痛苦的根源在于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足，无法吸引更多的女人。一个不缺女人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受伤呢？你去问问某些富二代，感情会伤害到他们吗？一个人之所以会被某件事伤害，是因为他太在意它。之所以在意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感到缺乏。这才是本质所在。情感过于沉重的人，日子往往难过。信任、依赖和怀旧，最终只会让你受到更多伤害。人生中的郁闷和孤独，基本上源于缺钱和缺爱。而缺爱的根本原因还是缺钱。金钱是必要的，而感情则是可以有可以无的。有个学员问我，跟女友分手了该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追回她？我无奈地告诉他，追女人不如追事业。只要事业成功，自然会有女人来追你。这其实很简单，但许多男人就是不明白。一个心里总是想着情爱的人，这辈子就难以有所成就。想要成就大事，必须具备极强的理性。不管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，你只需努力赚钱，管他干嘛？所有的关系都可能结束，只有你的经济实力永远可靠。你知道为什么穷人能相伴到老吗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更换伴侣。女人魅力不足时会觉得男人花心，而男人实力太差时则会认为女人现实。有些人与你渐行渐远，并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对方不再需要你。他们跟你的交往实质上只是利益关系，而你却把它当成了感情。如果一个女人跟你说她不在乎你没钱，依然会爱你，听听就好，千万别信。这些话的本质和说自己胖、丑、邋遢时依然爱你是一样的。原则上、道德上、情理上，大家都能咬牙说还是爱，但身体和眼睛却是诚实的，无法欺骗自己。婚姻忠诚的前提是什么？是双方能否互相满足。婚姻制度的核心是为了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劳动力，而不是单纯出于爱情。婚姻法从未要求人们为了爱情结婚，只是人们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必然结果。婚姻本身的价值在于资源整合，嫁错人或不嫁人并不是婚姻的核心，经济才是关键。为什么恋爱时美好，结婚后却变了？因为恋爱时能互相满足，而互相满足才能保持忠诚。一个男人如果一直在成长，而女人跟不上，迟早会被淘汰，反之亦然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像树和藤，男人是树，女人是藤。树长藤不长，最终会被其他藤缠绕，藤长而树不长，藤也会去依附其他树。这是自然法则。如今谈论男人出轨的问题比较严重，但女人出轨的情况也不少。红杏出墙的本质原因不是怪那性，而是你的墙太低了。如果你能力、财富提升了，他就不会出轨。家庭的核心不是感情，而是经济。当你的钱不够用时，完全不需要过于在意夫妻感情、娘家人感情和亲情，你只需全力以赴做好事业。记住，用钱跟他们谈感情，比用你自己更有效。千万别自作多情，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的钱。别对任何人抱有道德期待。晚清名臣曾国藩，无论在为人处事还是在工作上，都堪称后人的榜样。然而，他刚入官场时并不顺利，反而处处树敌。他对自己有严格的道德要求，对他人也有过高的道德期待。其他官员稍有不妥，他就去皇上那里告状，结果惹得众人不满，甚至联合起来对付他。曾国藩对此感到非常懊恼，搞不懂为什么自己政治清白，却处处受到敌视，举步维艰。后来他开始反思，最终领悟到道家思想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。于是他建立了以柔克刚的处事原则，
认为只要结果是好的，过程中的一些小错误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他不再干涉别人的做法，即使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或是捅刀子，只要不是致命伤害，他也不会追究，自己调试好情绪就行。他不再对任何人抱有道德期待，专心为皇上分忧。时间一长，大家都发现曾国藩变了，不再像刺猬一样对周围事物挑剔，敌人也渐渐消失了，在皇上心中的信任和威望也随之建立。当你明白人性自私，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语都围绕自身利益时，你自然会释然。只要你对他人抱有道德期待，最终只会受伤。男人说我会爱你一辈子，女人说无论贫穷和疾病我都不离不弃，儿子说我长大一定孝顺父母，员工说我永远感恩老板，老板说你是我兄弟。这些话若你相信，受伤就再不远处。因为在利益面前，这些不过是童话，若不是，只是因为利益尚不足够大。我不是让你放弃道德，而是提醒你不要期待别人也具备道德。以道德约束自己是正道，期待别人以道德约束自己则是不道德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